早安大家，今天是我们在罗马的第2天。那我们今天要去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。那现在是早上7点左右，所以其实现在很早，那其实都没有什么人。那我们现在今天要坐地铁，所以会比较危险一点。那从我们的旅馆走到地铁站差不多要10分钟左右。这边买票呢有这2种，一个是只能用信用卡，这是用现金。然后那边好像有另外一台机器是比较先进一点。那我们刚才用那个卡券，感觉是没办法 take 进去。好，刚才我们在买票的时候，站务员叫我不要录影，所以我就没有录那个买票过程。不过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用那个信用卡直接 tap 那机器，然后就可以买单程票，或者是 pass 都可以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坐车了，那这个 turn 还蛮长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已经出捷运站。刚才出捷运站的时候，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很像是到迪士尼去，因为一出来就全部都是人，而且现在是早上差不多8点左右，可以看一下前面走了多少人在我的前面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圣彼得的大广场，那这个广场是一个环形的这个广场，这边有写就是 entry， 没有指示。哇，听说来过这个教堂的话，其他世界的教堂比起来都是就是微不足道。哇，看起来果然是相当壮观的一个教堂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是他们在检查你进来的时候不能穿着太清凉，然后说裤子太短啊，或者是说这个上面穿露肩的之类的，所以他会给你一个有点像披肩，或者是围住你的这个裙子，围住你的短裤之类的。在入口这边进来，这边就有厕所，然后这边也可以寄物或者是骑着婴儿车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现在要买票，那买票这边呢，是需要排队的。那买完票之后就可以攻顶了。那建议是要搭电梯啦，因为其实只差2欧嘛，所以走楼梯的话要走好像200多阶的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买完票，那小坡感觉是不用钱，所以这个我们一个大人是10欧。那到这边呢，它就有分你是要走路或者是你要坐 elevator， 那我们就是走 elevator 这边。好，从电梯上来之后呢，一开始进来就看到就是这个穹顶，那你可以从这边绕1圈吧，我在猜。不过这边完全是这个明信片打卡的地方啊，可以看到这真的好漂亮。走上来这边他有讲说你不能带这个3脚架，也不能用自拍棒，所以你这边要注意一下。哇，这个穹顶真的好漂亮。这边是出口，这边再往上继续登顶。那这个步道这边呢，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小窗户，可以让你这边稍微休息一下。然后，那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。好了，我们终于登顶了。哇，这里真的好高！啊，这里的 view 真的超好的。那边就是梵蒂冈的这个圣彼得广场。这个就是圣彼得广场。这个圣彼得广场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壮观。它这边就有2个换装的这个柱廊，然后那边是一个走进来，我们刚才从这边走过来，这边走进来这个塔上面，现在正在敲钟。那其实这边呢，因为现在人很少，所以拍照起来还算蛮舒服的。可以看到这边，它全部都是让你围起来，让你不能就是跑出去就对了。平常这边呢是非常多人的，所以真的要早一点过来这边会比较好一点。现在大概是我们这边大概早上9点左右而已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圣彼得大教堂里面。那这教堂真是无敌壮观，可以看到这个教堂里面真的是
这个应该说雕梁画壁啊，是很难用言语形容。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这个来了这个教堂之后，这全世界最大的教堂，你就不用去其他教堂了，其他教堂都是小咖的。当然每个教堂都有不同的建筑风格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教堂呢，它整个呢是应该说它是无敌大的景，所以你要拍照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拍的。好，我帮大家科普一下，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呢是天主教里面最大的教堂。那它主要是文艺复兴的这种建筑，然后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。它的占地是23000平方公尺，可以容纳超过6万人在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呢，叫做圣体伞，它是在教堂正中央，全世界最大的铜铸物，然后是由贝尼尼亲自打造，重达3.7万公斤。这里是耶稣门徒圣彼得墓地正上方。好，那这另外一个必看的重点就是这个圣彼得的铜像。那圣彼得铜像呢，听说只要摸它的右脚就可以通往天堂的钥匙。然后前来的这个朝圣的信徒通常会亲吻这个圣彼得的他的右脚。好，从教堂的入口往右转，进来可以看到米开朗基罗的作品，这个叫做《圣殇》的这个作品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圣彼得广场。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一个喷水池叫做贝尼尼的喷水池。那这一整处就叫做圣贝多禄广场。然后转过来这边呢，这边我看到一个很酷的，还蛮酷的雕像。这边这个铜像呢，这个雕像呢 ，sculpture 是一个那边有这个 QR code 可以看它的资讯。那它其实主题是做这个移民，所以等于是可能比较包容的一个作品。这边有一个梵蒂冈的这个行动的邮局，刚才那边其实有另外一个邮局，那其实这边它邮局邮筒是很酷，它是一个黄色的邮筒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广场，我们现在等一下去吃冰淇淋。现在这个时间是早上的11点，那我可以给你看一下，从这边这个队伍呢是要做什么，就是要排队入场进去这个大殿里面。所以如果你很晚来的话，基本上你要排非常久的时间。所以记得要来的时候一定要早点来这里。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，就是在这个协和广场这边。那我这边已经很靠近这个中华民国大使馆。那等一下我们会去中华民国大使馆那边稍微拍个照。这里也有冰淇淋啊，谁说一定要吃独特的冰淇淋呢？好了，我们终于到了今天的第2个景点，就是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。那这边还有这个就是大使馆的一些纪念的活动，有个特展在这边。好，那当然我们就不进去大使馆里面了。这旁边有一个卖纪念品的，这个好可爱。可以买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，可以买一组回去。我们本来要吃冰淇淋，结果没想到小姐对我们不理不睬，所以我们决定先走了。那我们现在去吃饭了。那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景点很简单，就是教堂，圣彼得大教堂，还有这个大使馆这边。那等一下我们下午可能会去我们昨天本来要去的一个景点。快的就是，好，坐起来。Hello 大家，我们本来想说回旅馆稍微休息一下，没想到又睡了1个多小时，然后现在终于要去吃冰淇淋，顺便买点这个食物回旅馆。那其实这几天的天气还 OK， 像现在下午是4点多，然后这边的气温是摄氏29度，
那是之前民宿主人告诉我们说，前几个礼拜的时候，它这边是摄氏40几度，所以其实蛮热的。但是这边的热又跟台湾的热不大一样，因为台湾的热就是会湿湿热热的，那这边的话就是还是属于干热，所以并不会说觉得很不舒服的这种热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到冰淇淋店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在排队。那店其实很大一间啊，然后看起来蛮简单的一个店，不过不知道好不好吃。等一下我们吃完之后再来给大家评分一下。我们随便点了一下，然后就点了9欧元。那当然它是先点餐，点完之后你再来过来选冰淇淋的，但是你要先选你要吃哪一种冰淇淋。好了，手忙脚乱，我们终于点完了。那我们来看我们吃的什么。那其实它每一个分量都很大，然后像小豪他点的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？Fassi， 好，这个叫 Fassi 的东西呢，现在给了4种 flavor， 有4种口味。那小波点的是小的，它也有3个口味。你吃的是什么口味？香蕉柠檬 yogurt OK。然后我点的是芒果strawberry 草莓，还有最后一个是 vanilla。然后我这个是 medium size， 所以这个是2.5欧。那小波的是2欧，然后小猴的好像是4欧左右吧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到这个教堂。那这个教堂的位置呢是在一个蛮奇怪的这个3岔路口。教堂外面其实看起来是蛮漂亮的，是蛮壮观的。然后围了蛮多巨马的，然后进去是不用钱的，所以不过它有这个开放时间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快6点了，那它是6点半就关门了，所以我们现在会先进去教堂里面。我们现在进来教堂里面是小猴，因为他穿短裤被挡下来，所以你不能穿太短的裤子进来这边。那我们看一下教堂里面，教堂整个看起来也是很大一个。我想他们就是真的是都是以大为主这样子，大家就知道这个教堂是罗马的4大教堂之一，然后它有这个12门徒的雕像，所以可以看到这边的雕像就是12门徒。我们走到这个教堂这边，有看到这边应该也是耶稣的铜像，然后这边这个这塔楼也是看起来很漂亮，而且它感觉它上面的这个雕饰啊，也是都是至少是这个烫金的。那这个教堂呢，是号称天主教教堂的母堂，也就是说，所有教堂之母的称号就是由此而来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从这个教堂里面出来，那小朋友进去是比较可惜，因为里面的教堂是蛮漂亮的，然后它其实在这外面，这个应该也是12门徒的，对不对？可能是，不是很确定啊。这个外面上面的这个雕塑好像也是12门徒，但里面的12门徒是真的雕得很漂亮的是。那所以记得，如果来这边千万不要穿太短的裤子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下一集影片我们会带大家去梵蒂冈博物馆、老桥冰淇淋店跟圣天使堡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